那么大陆制造的劣质零件流到我们的油电设施，所以呢，兴达发电厂不是那天爆炸火光冲天吗？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零件出问题？开始说 flange 出问题哈。那 flange 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因为管线跟管线之间不能够直接金属间的不，它一定要两个然后 flange， 然后的锁螺丝中间有那个软的可以垫片放在中间，避免漏油。那边怎么会漏出来呢？那邱宇轩很认真的一个高雄市议员就批评台电，你洗产地你把大陆的劣质零件拿来用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而且它是副厂的廉价的劣质的 flange， 改标洗产地，所以呢，中油你们的标案有没有内神通外鬼？你们中油到底搞什么？对不对？你们花那么多钱，他买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害我们的电厂产生这么大的这个灾难那台电说我们不是中国货，没有洗产地，是从澳洲、韩国、新加坡来的他给你看他的这个当时买的资料。到底有还是没有？赶快查！既然有议员指控，去查查那个flange哪里来的那而且所谓洗产地说，他可能从别的国来的，他不从大陆大陆不能直接进来，他也许转一手进来都有可能陈其迈说呢，以后确保安全才能试车，现在不能随便这个让它启动那另外呢，因为台电这个标用最有利标，所以预算暴增65亿。所以呢，它这个台电的海底输气管线这个标案被怀疑是护航厂商。什么叫最有利标？什么叫做这个最低标？一般我们都用最低标开，但是最低标有时候怕厂商杀价嘛，就竞价就越杀越低，就呢得了标以后给你粗制滥造，用不好的产品或者搞了一半倒了。所以后来就说你到底合理的价格，我给你合理的利润嘛，你合理的利润是多少我就给你，所以这叫最有利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增了65亿，这个预算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到底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比这个竞争者高出很多亿，高出几十亿，所以呢，中油也被厂商抗议你是违法的。落选的没有得标厂商会抗议说我比他少，他比我多几十亿，他得标，我产品也不坏为什么让他得标？你们是不是利用最有利标的这样的讲法，然后护航厂商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下。高雄的兴达发电厂燃气新2号机组呢，是在9号晚间试车时发生了爆炸火警，而隔天呢，台电是研判由于这个零件法兰的异常，因此呢导致天然气外泄，引发了大火。不过呢，现在是有平面媒体接获到内部的吹哨者爆料，表示呢有台湾的不肖厂商是以大陆的低价进口零件法兰，先改标洗产地充当原厂货，接着呢再以未认证的方式高价转手卖给台电、还有中油以及统包商。而且呢，知情人士还透露，构造更精密、具有开关功能的闸法兰呢，各种型号还有尺寸的价差都非常大。原厂认证的产品呢，可能高达400万元。不过呢，大陆的淘宝等拍卖平台上呢，是充斥着廉价而且未经过认证的替代品。这些平价版呢，价格是只要原厂零件的大约30%左右，也就是120万元。垫片是由奇异公司来提供，那奇异公司也把他们提供的厂商的来源地，它主要包含有澳洲、韩国、新加坡等。目前清查的话，确实至少承包商这一块是没有明确有中国货的现象。目前清查，我们手上现在看到的资料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只要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帮我们维持在备转容量率6%。那至于怎么调度，我是完全相信他们、信任他们。针对外传兴达电厂关键零件法兰来自中国大陆淘宝货，透过改标洗产地当作原厂货，台电澄清法兰由奇异公司负责，来自澳韩新，没有中国货。而也常用到法兰的中油也展开调查。那当然，在我们内部的话，就开始要展开清查了目前就是对于中国的产品呢是禁止使用了。如果一不小心，恐潜藏国安未爆弹，台电中油绷紧神经。诸位现在台电说他要去彻查但我觉得很荒谬的是，事情都发生了，媒体也揭露了，然后台电第一时间是拿着奇异的函说，没有，我们这个法兰垫片的供应商是来自于澳洲、新加坡跟韩国，但大家注意奇异讲的是供应商。
供应商，可是我这供应商我从哪里买货呢？我的零件是从哪里买？我供应商会不会为了要赚更多钱，我低价去买劣质的东西，然后供应给这个奇异，然后奇异再拿来做兴达电厂的？可是台电现在不知道自己电厂里面装的东西到底是来自于哪里耶？事情发生了才去问奇异，奇异给他一个函，他就拿函来讲，讲了以后被质疑说，那你这会不会是洗产地？他又说，那我要去查。所以这叫我们对于台电的公共功能品质到底要如何信念？先不要说，哎呀，缺电亏损，还有其他的发电的安全，你总要能保障吧？刚刚讲到中油输气管也是刚刚讲到一个是价格标，一个是最有利标。价格标比低价确实有很多弊端，现在巨额工程都不采用价格标了，因为低价抢标以后，然后他再包给更低价，就可能像这个奇异一样，他为了省钱，他会不会去买这个供应商会不会拿那个劣级货来提供？所以现在巨额工程，包括地方政府巨额工程都不用价格标，都用最有利标，或者是另外一个叫做一直招标。其实中油的工程或台电的工程应该用一直招标。什么叫做一直招标？先比资格技术，再比价格。假设我们今天有4个人来投标，资格评分 OK， 这个龙介委员跟王慧姐你们2个通过资格了，然后你们再杀一次价格，这样就可以确保既符合资格又符合价格便宜。可是台电你不会不懂你不会不懂你的，或中油你不会不懂，你应该要采一直性招标。你用最有利标，那就是你自己评分哦，几个委员评分下来这前的钱还伤低啦，然后就调高预算，就同意了对方提的这个预算，导致暴增65亿，65亿是整个预算金额的21%，多了21%。而台电出面，中油出面怎么解释？他说：“哎呀，如果采价格标的话，也有风险，是厂商会倒闭的风险。”你中油是业主，你不该讲这个话。如果厂商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就不该来投标。他投了这个金额，他就应该要做得下去。哪有中油是业主说我要先给你多一点钱，我要给你多一点钱，我怕你未来低价抢标倒闭。所以我要说，不管是台电或者是中油，这种国营的公司到最后，它里面它没有绩效考量的，因为大家看到台电不管亏损多么严重，年终都那些高层年终都是领到顶的耶，总经理跟董事长年终都领到顶即便亏损4000多亿，所以你说像台电或中油，它如何做企业的改革，如何让企业更安全、更有效益，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的。王慧。我觉得其实台电的这个最近所传出来的相关的这个，不管是智恩或者是这个邱议员他其实都爆了蛮多的这个料了那我相信接下来也不会少因为这个邱议员在高雄这边针对兴达电厂的部分其实已经讲过非常多次就是说整个台电内部的一些运作大家对于这个当时兴达电厂这一次大火的时候，其实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董事长曾文生因为曾文生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他召开说明会，或者他召开所谓的记者会，就是让人家感觉他是非常政治咖的一位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特别注意到这个邱议员其实也有台电的这个兴达电厂的基层员工来跟他爆料他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在这个试营运的一个就是有一点是试车阶段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公安的这样的一个意外就是因为一直要他们赶工嘛就是需要这个兴达电厂他们基层一直去赶工。那为什么会需要一直去赶工呢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刚刚所也提到，就能源都先不要管它的能源政策，就是它核三停掉之后，事实上它在用电的部分就是捉襟见肘嘛。那我觉得我为什么一直要提曾文生？我要跟大家报告，大家如果有注意，曾文生这个人是从蔡英文时代就在经济部做所谓的政次，到现在赖清德时代，他还是在担任台电的董事长他对于
民进党的能源政策，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所以大家在观察这个曾文生的时候，我觉得包含刚刚大家讨论的相关的，我觉得先不要去管陈其迈震怒了哈，就是这个所谓台电的相关的这个发包的这个标案的这个内容，我真的觉得委员们应该要在这个开议之后要好好的来查。我相信呐哈，应该是爆料的这个资料会越来越多了哈。那我们要告诉这个曾文生的是，一切就是按保来，按保来，不要再用过去的那样的方式哦。其实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洞哦会露出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最近内阁有个局部改组了哈。那是不是因此他就赞同他的政策哈？声望到底怎么样了哈？不赞同他的还有57.8%，赞同他的只有32.7%啊，所以呢不赞同他远大于赞同的。那尤内容就说他这个赞同不赞同啊，这个从你看现在不赞同的57.8%创新高哦，赞同的32.7%创新低，所以呢3个月流失310万人支持他。哦，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而且数目非常的多哈。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要赞不赞成联合内阁了？因为民主党也抛出来了哈，所以呢，蓝白有70%力挺组联合内阁哦。那整个台湾同意的有50.8%，然后呢不同意的37.2%，甚至连深绿的赖清德的本命区也有46%是赞成的哦。包括这次的那个公投。合参研议的公投也看得出来，赖清德本命区不管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赞成研议都比不赞成多，所以已经没有什么铁票区啊，什么都松动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宣布4大调整，在大罢免以后，府院人事改组，施政顺序调整，行政立法互动要调整，国家财政体制要调整，4大调整以后呢，说到底挺不挺？没有用的57.6%，因为有用的只有26.4%哦。那认为没有用的里面呢，连以前比较支持他的年纪比较大的资深公民65岁啊、60岁以上的都不挺他。照理讲，这人应该比较挺他的，也不挺啊。那除此以外呢，这个台南市民调，因为台南市也是赖清德本命区嘛，到底这个市长会怎样啊？那谢龙介。如果跟陈亭妃差5个百分点，但是23%还没决定。谢龙介如果跟林俊宪，谢龙介赢12个百分点，24%还没决定所以呢，谢龙介的这个民调也是往上窜升很快啊。那昨天谢龙介被访问的时候，他说民进党在台南呢，这个被疼惜了32年，就都一直要民进党做，所以应该休息一下了啊。那林俊宪呢不爽。林俊宪说：“我的民调为什么落后谢龙介？是因为国民党灌票介入民进党的初选，所以呢，国民党灌票了就是说本来国民党没有要投谢龙介的，就是灌票给谢龙介，所以谢龙介票就多了，是这个意思哈。我看不太懂，这逻辑上不太通哈。那另外呢，陈亭妃因为小赢谢龙介，所以陈亭妃说要稳住赖清德本命区。我们看一下。”这边已经有崩塌跟那个冲刷的状况了。陈亭妃联合水利局和农业局到台南关田会勘排水系统土堤崩塌情况。2026年市长选举在即，上紧发条准备冲刺，但最新民调却是。TVBS 最新民调出炉，民进党如果推派陈亭妃参选，和国民党谢龙介对决，陈亭妃支持度是41%，赢过谢龙介5个百分点。但事实上，对比今年2月，陈亭妃已经下滑了7%，两人差距也从16%大幅减少。7、8月的台风、豪雨，台南市府救灾速度让绿营的支持度下降。另外，持续推动太阳能发电，也让谢龙介的支持比例高于陈亭妃，形成56-25的局面。以20到29岁青年票来说，2月时两人支持度分别是59%和24%。不过现在陈亭妃下滑2成，谢龙介则是成长1成多。另外，从政党交叉分析来看，民众党的支持度明显又往谢龙介更进一步靠拢。这一块土地疼惜了民进党32年，让他休息一下。我们4年的时间来做一个调整。台南市民想要改变，
那我们就会迎合市民的期待。民进党2026选对会已经成立，也召开了第1次会议。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推出在各县市最强候选人，才能稳住2028我们赖清德总统本命区的一个底气。民进党市长初选白热化，假设改派林俊宪，谢龙介则领先12%，和今年2月对比，两人明显扩大差距。对此，林俊宪发布新闻稿，表示国民党透过灌票介入初选，刻意放大民进党内部竞争，让初选民调失真。随着选情升温，蓝营差距越来越少，双方都小心看待，不敢大意。来，龙介兄啊，那评论分析这个各方民调，其实我们都有在关注，但 TVBS 它基本上跟其他不一样，就是说它是长期系列性的做，所以它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那当然，这反映到赖清德总统的民调，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一种消长之间微妙的变化。第一个，台风它是内伤。我从看报的看报旁，一里高啊，这整个下来啊，荒腔走板，确实是我们到灾区就知道嘛。再来总统的失言，所以最后我证明给你看，可以自己爬楼梯，他自己去爬。因为这就是赖清德 style， 他就是说我安内的是跟你讲头前要拍谁啊？你有没有注意到细节？他爬3阶而已，边一大堆人在扶他。你看这样电管挂这人几个工人，你有没有算？我去仔细算哦，我那个电视倒过来再算，7个人。什么时候在一个小小屋顶上卡7个人，卡人家在修屋顶了？一个都没办啊，7个，这表演嘛。对了，这就是这款的做法来讲，你看有嘛，乡亲也看懂嘛，所以我才讲这是一个去化解他说你要自己背。国军不能来，你也自己背那种化解。那主要那起来加上整个内阁，这个内阁他的满意度会这么差，就是说是总统自己把它搞差。为什么？大罢免失败以后，他出来讲，卓院长速度向我请辞，那他都知道他无法胜任，然后速度向你请辞，你还执意要用他，这就不能怪卓院长了，就是你赖总统的问题啊。所以整个在赖总统的民调下降以后，确实会反映到整个台南市我们3个人的民调上面。但这个民调只是过渡了，因为还有1年多。这1年多呢，最后台南市打的跟其他21个县市打的是不一样的。台南市打的是跟赖清德总统、行政院团队、民进党整个党中央，加上国家的行政资源，最后一定他非得守住不行。所以将来我们知道台南市是非常艰困，对蓝营目前来讲，从基本盘看也是绿大于蓝。可是因为这一些变化，民众有想要从2022年的选举到今天，最大的改变就是32年的执政，台南市民有想要改变，那个想要改变怎么样拿这个火柴把这一把火点起来，要从哪个角度去点？就未来1年多。我们3个大概他们2个，包括就他们现在初选都指控对方跟我很好，然后都说国民党在帮忙对方，我也不晓得这种策略是对还是不对，对他们个人的初选会有帮助吗？所以我认为整个选举的民调的消长，其实会越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乡亲从过去不支持，从来32年没有投过国民党的人。在这一次有反过来说，愿意给在野党、给蓝营一次机会，这是最大的不同。洪审，带人啊，因为龙盖先呢是局中人呐，他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是呢，还是有点啰里吧嗦，不够犀利。你可犀利的你就掉去啊！我相信来看哈，我跟你讲，林俊宪的说法是自己打嘴巴，因为我看民调很厉害的。因为你在做民调会问说你几岁啊，是男是女啊，然后调整到合理嘛。只有一个东西你不能事先调整啊，就是什么政党取向。政党取向是事后开工，哇，咱这挺黑啦，对了，这国民党啊，这民进党，你不能事先说我民进党问够了，我从现在开始要问国民党的，不可以嘛。但是所以我比较了今年2月跟今年9月的 TVBS 的民调，因为大家说 TVBS 是蓝的嘛。所以大家晓得你是 TVBS 在问我的话，这个就有先入为主，但是没有，
我告诉你哦，今年2月，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比是国民党是24，民进党33，24比33差多少？9。那到了今年9月，就最近这一次是21比31，差多少？10，差10，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很奇怪了。应该国民党要上去，要稍微，他也没有上去，但不动就不动。所以林进先生做票根本没有做票，但是龙盖先生给你看哈，国民党自己人挺你，跟民进党里面挺陈景威是下去了，但是你也上去，但是都该上的都上了啦，下去的也都下了。你现在有一个盲点，你没有看出来，就是中间选民跟不表态不一样啊，不表态的公我不意见，那个还没有选的，他们心中在犹豫。你在中间选民这一块啊，你跟陈景飞是完全没有动啊，谁赢谁输，他赢你。你看赢中间选民的一定当选，你存这个都爱拼，你是32比23，33比25，输9%，这9%你来甲扭5%过来，就半就好啊，扭5%过来，你动算了。你想讲中间选民，什么是中间呢？像我这啦，我就是很像中间选民，你知道？我若看你了足介意，无话讲，要甲你选做竞选。这个我讲这龙介市政府第一场聘书要聘请新富用台诺回乡服务。这个是吟诗啊！你看我讲他一下，他就要巴结我，这个也不太好。我讲你很难讨好。这不容易啊，当然不容易，但是你这个话听进去了，我的话你听进去了，你就动算了嘛。动算。休息一下再回来。